志忠，现在中国又有新的禁令出来，过去说什么？你不要发一些什么负能量的一些文，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形象会受到一个很大影响 ？OK 啊，这没有问题的。殊不知，他今天跟你说，你也不要给我那边正能量。对，没错。那我说正能量错了吗？我后来才搞懂一件事情，原来中国要的是什么？你不要高级黑，一切都可以的。对，没错。上我们就说，共产党管的范围真宽。因为之前呢，你有不能散发这个负能量的影片，大家都说啊，对 ，OK， 好，我们不要散发正能量。现在负能量，现在又说什么？不要拍假正能量，就是说你要拍正能量 OK， 但是你不要假正能量。你看这是人民日报哦，人民日报的批评，别让假正能量污染网络空间。假正能量，连这个拍影片，你拍正能量 OK。太假就不行，他就说什么？他会说这个假正能量会什么消解信任啦，然后会什么割裂共识啦，然后会扰乱预期啦，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看这一类的假的正能量，看似歌颂亲情，那实则贩卖焦虑。所以他现在等于说什么？你这个太假的时候，实在是有点夸张，大家都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假的。而且他写的很严重，他说扭曲公众对就业民生等这个经济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对，很严重对，所以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哪些叫做中国大陆的所谓假正能量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先给大家看，这就是目前为止来说话，这个他们网络上流传的。对，第一个影片是什么呢？有一个男子掉到这个水中，河中说，有一个人跑去救他，跑去救他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掰开？对，然后他拐杖一丢，对，他冲下去救他。对，你不觉得这太假吗？他这个影片就说什么呢？第一个。他就说，在那一刻，救人的本质超越了身体的疼痛，知道怎么有可能嘛？好感人哦。对，他在看到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拐杖丢下，然后用单脚这样跳下去救人。你觉得这有可能吗？这就是太夸张，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假正能量，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你不要太过假的一个状况。好。另外第二个，实际上我们也在中国网络上看过非常多。这里面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老人呢，他救了一只狗。那救了一只狗的时候，你没想到，你看你养它一天，它记你一辈子，什么意思呢？这狗居然在后面推啊！他在帮他推。对啊，赵你们觉得他是收这种回收的，而且你知道这是一个陡坡，对，就狗狗很可爱，对，后面帮你推。对，那你一看你就知道说这个。说真的啦，我们一看当然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发生，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有人放这种影片，问题是这种影片，你知道这种影片呢还很多人点阅，因为虽然大家都假的，但是大家都很想看。好，另外一个是什么？他就是这个一个店员，他打包卤味，这个卤味的时候，他发现到说这个不对，这个味道不对，就你知道他怎么做呢？他就赶快要跑去跟这个，比如说赵和你买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我要拿去换新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看这个天花板就掉下。对，那这个故事要告诉你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好心有好报，这样子看这个故事的，就是说，你看我这边发现到这个卤味运气好啊，对，这个卤味有问题的时候呢，我想要换，那我想要换了，我就离开这个位置，离开了这个位置去后面的时候呢，这天花板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说这怎么天花板是做什么东西啊？是豆腐渣工程啊！不是坏的，不是这个卤味吗？怎么变成是天花板？对啊，应该是说这个天花板到底是在搞什么？对，结果没想到这个是要正能量，正能量就是你看，因为它卤味坏了，那为什么这个卤味会坏掉？你为什么要换这个？对不对？很奇怪。但是这就是所谓的假正能量。大家听到这边应该略微了解它的意思了吧？好，那除了这个画面来说的话，他们造假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说最近一段时间不是中国大陆的很多高失业人就没有工作嘛？那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你看他们这叫做名校毕业生的疯抢这个保洁的饭碗，就是他们去抢了很多工作。好，那看这个，你看这是这样，我堂堂研究生让我回家卖羊，对不对？羊狗不养我养，就是这样，狗不养我养。你看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看他们现在是这个影片是要散发正能量，就是好，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没关系，我回家去养羊。这样你看，他就这样。所以他刚刚那些所谓的正能量，为什么要去打压他？对，因为他们都是完完全全写实中国的经济有多糟糕。对，你看有时候是暴露了这个状况，但有时候是这个根本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用这样子会让大家觉得这个状况好像有点误判的这个状况。好，你看他就这样，你看我堂堂研究生回家卖羊，但是穿上工作服那一天态度秒变，羊狗不养我养，养的就是羊，你看就马上变了一个样子，所以你要说这有可能发生吗？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嘛，对？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就说大学生的尊严说放就放，为什么？因为2023年毕业的大学生加入制造业岗位比例超过一半，25岁以下的群体的蓝领阶级投递的这个份数比2019年同期增加165，就是大家都跑到
这个所谓的蓝领阶层。所以你看，他其实抛这个文章出来的时候，某些程度你要散发正能量，但是他也是告诉你中国经济很差嘛。对，这种当然不能够大学生，而且他是研究生哦，对啊，他最后回去卖羊了。然后甚至呢，名校毕业生是去抢清洁工的饭没碗。那譬如说，你看这个叫这个素波波，你看他也是一样，他也是你看你让我进工厂不可能，然后马上就变成我超爱进工厂的，1个月得5000块，哎呦花不完啊！这画面差太多了吧？原本这么漂亮，对，原本是网红，就是这个画面，对，然后就变这样。对，然后他就说我愿意进去工厂，那我就跟你讲，这不是。高级红低级不然就是什么黑什么黑，就是你要这样不可能，你只能够进工厂，而且5000块还花不完，这怎么可能，对不对？然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女生，她说我上过大学，你叫我去进工厂，就每1秒之后，你看进工厂的我，你爱搭不理，那他现在就马上在分拣这个物资物流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要拍这种影片来说的话，没有错，你要散发正能量，但是这种就是假的正能量，有点太过夸张。那是他们这个夸张到什么程度呢？你看他们就有一个这个晚报就这样子哈，就说你看这个大同的这个环卫工人8吨垃圾中找回广东游客的手表，哇，这看起来的话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然后他还抛出来，你看他们在这里面来说，他们就说，因为有一个真的很感动，你知道吗？这个是39度的高温，没错。现在39度，然后呢，帮游客来找手表。他们原本的故事太感人了。原本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来自深圳的这个卢女士，他们一家人呢从山西太原呢抵达这个大同，然后车上的小孩子呢就把那个纸忘记就丢进，没想到就是它里面有这个他们的手表在这里面，然后他们就没想到他们的这个环卫工人，就是他们的清洁工，居然在大费周章的在这个垃圾堆中间39度的高温里面帮他找回了这个广东游客的手机，所以广东游客的手机。这个他的这个手表找到了，他相当的开心。照你怎么看，这都是一个正能量的故事呢。就是说，你看我们环卫工人呢，还会为了一般的民众呢，这个找这个手表，就后来被他踢爆是什么呢？踢爆说，原来这个卢女士她是谁呢？她是深圳市的纪委干部啦。等一下，这根本就是挖出了中国的黑暗面吧？对啊，所以你不是帮游客吗？所以我就说嘛，你是这个市委的这个纪委的这个干部，那当然打电话给市委，然后市委怎么样？没有问题，马上帮你找。事实上是怎样？1分钟之后，大同市委马上就成立什么寻找电子表作战指挥所，最终在4个小时内找到这个手表。好，那于是呢，就有这个记者就说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那就有人就说，那我们呢，这个打到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去，然后我就说，我有什么东西丢了，然后是这样哈，然后你只能够帮助报警，然后让警方去协找这个寻找，对，就这样子。然后也就是说什么，一般的民众根本不可能获得当局这样的处理。所以这个正能量都在骗人。对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现在要怎么样呢？你看。我们知道雄安新区不是大家都知道说已经变成是所谓的这个烂尾楼吗？你看他们现在也要变成什么？把未来之城呢建成幸福之城。等一下，你不是说他们现在打击假的正能量吗？对，就你人民网，对，你带头给我搞这个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就雄安新区变成了幸福之城。对，未来之城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原本的这个习近平的希望是说，雄安新区它就在天津跟北京中间，我要把它打造成未来第3个。这个中国北方的这个大城市，就被叫盖，然后而且你看到这么多人，大家带着小孩子，有人是抱着，有人牵手，笑得很开心。对，这个就叫做幸福。对，我跟他讲，你看以前是这样的。以前这是一座需要时间去建设的城市，还没有完善的，或许还需要完善的基础建设，但也有更为开放的创业空间。它或许暂时不够热闹，但每一处施工的这个森林里面都藏着未来的这个回响。你看把它讲成这个样子，然后你看，然后就有人去问这个，你现在后悔了？你买这个地方，那说实在是后悔过。这里与我就更像是一座桃花源，都会遇见遛鸟的这个大爷、推婴儿的这个年轻妈妈，以及去史家胡同的小学上学的孩子们。我不用在35岁的这个危机发愁，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讲啊，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呢，雄安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就变成桃花源，原本不是桃花源的，但是因为很荒凉，所以才叫桃花源嘛。你懂个意思吗？你看，因为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来说，为什么他会说没有人？因为餐厅都没有人啊。
空没有人啊，对不对？那你看商场也没有人啊，所以这就是桃花源啊，这就是桃花源啊。原本它是未来之城，为什么叫做幸福之城？幸福之城就表示说你在这边漫步的时它候，完全都空荡荡。对啊，这么幸福。对啊，很幸福啊！你在这里面人口密度超低，在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氛围，就是这样子啊。你根本就不是，你好像意有所指的在讲你的正能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被禁止，所以我才跟你讲，中国共产党真的管得太多了。因为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子听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叫做正能量？你看到哦，过去公务员，中国公务员绝对不能兼职。如果你敢去搞什么东西，打贪打腐的时候，我第一个处理你。结果现在，哇，这个才是真的叫正能量。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职工，这些副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干，你可以去做劳力、做体力活，你去可以当外送员，你可以去做自媒体的运营、专业技能的服务。哇，这个讯息也太好了吧！对，现在中国大陆啊，他们在传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常常打车的时候，帮他开车的，比如说滴滴打车的，帮他开车的，竟然是什么？竟然是公务员啊，是公务员帮他们开车了，甚至还有警察什么去什么送外卖。那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中国的财政状况非常非常不好。我们前面有讲过，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中国去年来讲的话，报考公务人员将近有530万人，但是录取的只有16万人左右，也就是僧多米少的情况之下，因为经济不景气，大家都想要去抱着所谓的铁饭碗，对不对？但问题来了。报了铁饭碗之后也没什么用处，为什么呢？因为薪水不够，甚至于财政赤字的状况之下，很多公务员的薪水是被打8折哦，甚至打到6折哦，所以他们基本上入不敷出。所以现在呢，中央给他们开了一条路，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做兼职。刚刚那个我觉得最惊讶一个画面是什么？一个警察上完班下来，衣服脱了，没错，脱了，我当外送员去了。对，现在都是长这样子了，这绿灯都开了。以前你记不记得李克强叫大家可以去摆地摊，然后后来说不能摆地摊，那现在来讲的话又可以摆地摊，所以什么意思呢？中国的状况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为什么呢？因为内部的经济状况的确拉不起来的情况之下，又面临到中美的贸易战的情况，所以中国它现在已经给公务员开了一条路。否则来讲的话，如果连公务员都造反的话，中共这个政权怎么办呢？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